去朱氏牌楼的路上。这真是自己开门的景点儿哇！我这是我的藏族跟故宫一样，很多东西都文化大众都会，太可惜了。就是今天我们准备去的这个朱氏牌楼呢，它是位于原平市的西北边村子里。朱氏牌楼最初缘起是一个清朝的官员，他叫吴访畴，老家就是山西郭县，也就是现在原平市人。从小呢10岁就是丧父，但他的母亲也就是朱氏从来就没有改嫁，并且就教导他一定要做成一个清官。吴访畴也是非常努力，20岁是中秀才，31岁中举人，32岁中进士，而后主要是在陕西任职，包括陕西的清涧、米脂、镇安、渭南、长安等地都是做知县，后来是做知府。他最后的官职是陕西盐余绥兵道加盐运使衔，这个职位就非常重要，基本上负责了陕西的延安、榆林以及北部地区它的军事还有盐运，最后也是做到了忠义大夫，也就是清朝正三品的官衔。这个吴访畴做官是非常清廉，工作能力很强，而且做人也是品德非常高尚。在母亲朱氏去世后，也是辞官不仕，回乡丁忧。晚年呢是在汾州的西河书院讲学10年。所以吴访畴这个人呢，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都是有口皆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道光皇帝在道光15年的时候，下旨在原平市西杨武村修建了朱氏牌楼，主要也是为了表彰朱氏以及这个吴访畴他的做人做官清廉的这么一个高尚的道德品质。现在应该还有1公里左右，还是挺期待的。就山西的好东西太村口是副坊，对，这个是一个小的，里面是大的，一共3个。后来在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毁了一个，还剩俩。先把车停在这块往村里走，这还没进村子。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对，能闻见屎味儿，就是牲畜的那种屎味儿啊，不是臭的，清新的。对，青草味儿的屎，小狗狗还挺滋润，非常舒服。去小村子里面找山西的文物古迹。哎，大爷您好，那个牌坊是在前面是吧？前方100米。100，哎，好，谢谢。哎呀，看见了。哦，它是在一个院子里啊。对，这也上年头了，不过已经荒废了。朱氏牌楼，这怎么进啊？要找一下大爷。好，谢谢。因为呢，它是朱氏的私家牌楼，所以它是建在家里面的院子里。是不是这边？有人吗，大爷？哎，大爷，想咨询一下，您就是那个吴家后人是吧？就朱氏牌楼这边。我们想进去参观一下。我们是北京过来的。我给你看。您就姓吴是吧？我姓吴。您是他第几代？你先开门去。行。我一个人是10块钱。哎，好，没问题。先开门去。行，好，我给您有那个微信是吧？你先开吧。行，好。对，您在这修。哎，好。哎，好嘞。这真是自己开门的景点儿。第一眼看，哇！有点震撼啊！真的很精美啊！
等一下 Carrie， 等他过来，我们一起往里看看。那老大爷过会儿还过来吗？他没有吧，我把锁给他。对，我看他不太方便，我让他休息休息。他想起来，对。来锁好了。对。哇。这个不是一般的牌楼，这分层的。这景点咱们独享了。独享。这应该是国宝吧？哇，这个也很酷哎。哦。是这样锁的。这个也有一些破坏的痕迹，这应该当时是文革的时候砸的，破四旧嘛，这都是四旧。过会儿听咨询一下大爷吧，毕竟他是后人嘛。哎，大爷，哎呀，你也过来，你那个腿脚不方便，您就休息休息。姐姐，我能不能拍一下？可以拍一下。我姐姐那个小卖部没开吗？我没复印一下。哦，行。完了也给你们拿上，你们复印一下是吧？慢慢开吧。好。哦。哎，大爷，像这些被砸的是文革时候砸的吗？是。文革砸的，就破四旧是吧？原来这个旗杆4个斗子。4个斗子。他们那时候桥打掉2个，就是下面还有一个，那个小的打碎了。哦，您说那个旗杆上4个斗子，4个斗子打，剩下2个。哦。我们这地方原来一个江水桥，跟北京故宫那一样。从里面线路怎么把它回的？哦，有一座桥。跟故宫那一样。火车是我的曾祖，他为他母亲，我的太奶奶相祖。对。这是道光皇帝下入圣旨。先锋皇帝给完成的。你们慢慢看。对，明白。喝水吗？现在喝口水。相当于是在道光的时候，他是做那个榆林那边的。那上面。上面有。他是陕西上头个7个县的县官，4个府的府官，最后唱了巡抚到在晚年是搞这个书院。慢慢看。您那个腿脚不方便，您就好好休息一下。慢慢看。哎，好，谢谢大爷。那地方危险，就是如果有其他人来，左边这部分是这个有石头的危险，只要在这个区域可以上去看看。谢谢。哎，好，谢谢大爷。朱氏牌楼，游客朋友您好，现在您面前的是朱氏牌楼，1965年省宝，2019年国宝。19年才进国宝，19年进国宝就很晚了已经。真是原汁原味啊！这个到73岁的时候去世，应该在他50多岁的时候，皇帝就已经给他御赐过一些金表。1835年收到皇帝金表，是吴访仇还是他母亲？吴访仇吧？啊，他母亲，皇帝给吴访仇的母亲。是奖励他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收到皇帝的金表，我觉得可能是主要是儿子说的不错。皇帝要赞扬一下他的母亲，然后在他母亲72岁的时候，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图，它是有4个柱子，4柱3间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这个叫枪柱，其实就是给它有一个3角支撑，后面很短，前面这个胸部都是龙的。对。龙的图案。能看见金表。金表资政大夫，杨生5列之妻，朱氏，节孝房。乾隆5年修建的。然后你看上面的那些花纹，除了一些正常的纹饰类之外，它是有故事性的，那个是24孝故事。这些都刻在上面了。这是木头吗？也是石头。石雕雕成这样，真的好厉害。对。哎呀，这些小狮子都很精巧，这些花纹。小狮子跳屁屁。哇，这福禄寿，这个是下雨，有点风化的那种感觉，是吧？
哦，可能也之前是不是做那个拓片啊？哦，这个是不是大爷说的这个掉下来的？啊，这边是有一点危险，就不用过去。永清御姐啊，水清御姐是吧？水清御姐。这些都是龙纹吧？感觉很舒服。其实这保存的还算挺好了。它经历文革能留成这样，很不错了。估计也是太结实，或者是不太好砸，可能挺难得的这么精美的这个牌坊。虽然年代呢，你看它是清道光咸丰，这个年份在山西肯定不算什么，但它确实整个工艺，这种结构，华丽程度，然后还有这种皇帝的一些亲自背书加持，并且保存这么完好，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很震撼。反正在山西这边，因为我们去的都是小众路线，感兴趣的也可以看看之前的视频。其实我们没有去特别主流的景点，但是这些小的景点呢，名不见经传的景点，反而会给我们更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的预期可能是，就比如说刚才这个，你是在一个老的村子里面，拐来拐去，在一个不起眼的门面里。虽然从外面就能看见这牌坊，但它这个外面的门脸儿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的门脸儿，但你推开门那一瞬间就非常震撼。可以看到这个旗杆有点歪了，也是用2根铁管支撑。这边呢，其实包括上层的一些石瓦的构件应该是有脱落的风险。所以也是用几根铁管在加强。这块的应该就是上面的那个石瓦的构件，这一块真的挺沉的都。你看那个最上面那牌子圣旨，确实有皇帝加持。关门吧。厕所。这看完景点自己锁。给人关好了。走了。哎，好，谢谢大爷。开车停在村口了。大爷再想问一下，他最开始是3座牌楼是吧？那座我们家2座，那座5年就是开的。那一座它的位置是在哪块？那个地方，穿的那个人家是姓何的，不是我们的。哦，姓何的。就这2个，当时上面有个水库，把那打圆了石头了。缺石头。这个地方那个净水桥跟故宫一样。我们先累着了，把它推开了，过去没办法，很多东西都文化大革命都毁坏了。都毁了，我们原来厂里面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福店，过那个妇爷的雕塑，过了耳朵的那一小孩，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个瓦的话，有起码这么宽，这么深，你们能睡一个孩子。能睡一个孩子。对，不过您这个能保留下来，就已经确实还挺不容易了。我这从院，后面一个木石楼，上子那是12米高，上子下都雕刻的特别好。朱式牌楼的2个还是保留的完好的，但是确实。现在咱们能看到的东西呢，确实是
有运气加持，然后也是侥幸吧，逃过那一劫。确实会有很多珍品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很可惜。走了，准备去下一站新州。